我已经嫁来台湾，还生了台湾人的小孩。我老公是台湾人，我儿子也是台湾人。你们还说我是外籍新娘，还把我赶回去。你们的公理正义在哪里呀？你们的良心在哪里呀？天理在哪里呀？大家好，这里是左岸光影，今天要跟大家继续分享别再叫我外籍新娘。上回说到金惠与阿广以及翠华与孝南两对夫妻的故事，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另外两对夫妻又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在继续看下去之前，请各位伙伴们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就可以加入这个咖啡馆咯。第三对，耀华与梅芳。耀华跟珍珍、振东姐弟俩一起在眷村长大，也一直互相扶持。但是珍珍始终告诉耀华，他们两个不可能。于是耀华为了传宗接代，也为了找个伴，就跟阿青等人一起来到越南相亲，很快就跟梅芳成了一对。在耀华迎娶梅芳的那天，耀华就发现梅芳家里有沉重的债务问题，于是耀华对梅芳保证会好好保护梅芳，让梅芳可以摆脱欠债的家庭，来台湾开始新生活。但是梅芳一入境台湾就被黑道绑架，黑道打电话给耀华，说梅芳家欠了他们很多钱，要耀华替梅芳还30万，否则就要梅芳用身体还债。珍珍极力阻止耀华付钱，振东主张报警，但是耀华坚持要自己努力赚钱替梅芳还债。黑道带梅芳去医院看病时，被君君的医师男友小海察觉，于是小海嘱咐护士长报警，并通知君君。君君和珍珍闯进倒瓜厝翠廊，在一阵混乱中，两个人和小海一起救出了梅芳。梅芳回家后，经常跟耀华、秀珠借钱汇回家还债。担任大楼保全的耀华为了赚钱，争取值大夜班。秀珠和振东发现梅芳常常在耀华上班时偷偷爬墙出门从事性交易，但是碍于耀华的面子，他们一直没在耀华面前说破。直到新闻爆出警方破获非法跨国应招站，梅芳也在其中，耀华这才知道真相。梅芳决定回越南，临行前，耀华特地来送机，并祝福梅芳回越南以后能努力脱离家庭的债务生活。梅芳这个故事线其实有点危险，一不小心就会落入媒体对新住民假结婚、真卖淫的刻板印象框架中。不过剧中一直以君君从事性工作的母亲，以及为了抚养弟弟而下海的珍珍做对照。梅芳其实也和台湾无数因为经济困窘而从事性工作的女性一样，都是为了支持家庭。此外，梅芳一到台湾就被黑道绑架，这个桥段或许有些夸张，但是黑心的婚姻中介对刚来台湾的新住民进行掳人勒赎，却也经常发生。在社大文库出版的《不要叫我外籍新娘》里提到过一个案例，有位农庄人在透过中介以25万元的代价娶了一位越南籍老婆后，却在机场久久不见老婆到来。后来接到中介电话，中介却表示要他付40万打通关。他担心老婆的人身安全，所以不敢报警，直接把钱付了。而他也不是唯一遇上这种事的人，跟他同去的屏东同乡也都被中介勒索了。此外，不法中介从事人口贩运，欺骗南洋女子来台湾从事特种行业的也是所在多有，中介成了跨国婚姻的危险之处。这条故事线里还有个桥段相当经典，就是梅芳有一天早上回家时，在家门口遇到邮差。我不会写中文呢。哦，外籍新娘哦。既然要嫁来这边，就要学会写字，不然以后怎么教自己的小孩写字跟读书呢？珍姐啊，你们娶这个外籍新娘花了多少钱？我也被问啊，我那时候也被问说你被买来多少钱？那你怎么回答？我就问他说，那你买你老婆多少钱？哇塞，好呛哦！第四对，振东与秀珠。
郑东一下飞机就被来帮养妈接机的秀珠错认而带到养妈家，误会宾室后，郑东在隔天的相亲现场又见到了秀珠，于是郑东尝试跟秀珠和解，两人成了不打不相识的一对。秀珠来到台湾后，又很得真真的喜欢，和郑东也感情甜蜜，看起来这似乎是最幸福的一对。你最近去聚精会上那个台语课，你知不知道那个闽南语夫妻还有另外一种说法？什么说法？它叫砍手。他的意思是说，跟我牵着手走过一生的女人叫做砍手。所以秀珠，我紧紧抓住你，你要紧紧握住我，不可以随便松手。没想到到了第9集，剧情急转直下，郑东被确诊罹患艾滋病。原来他在结婚前跟朋友去珠海玩时受到了感染。更糟的是，郑东把病传染给了秀珠，连带秀珠肚子里的孩子也可能会在生产过程中被感染。秀珠经历凶险万分的剖腹产生下孩子，幸好孩子暂时没有危险。但是君君告诉秀珠，根据台湾当时的后天免疫缺乏症候群防治条例第14条，秀珠在生下孩子后的30天就会被缔结出境。秀珠悲痛欲绝，偏偏此时郑东的病开始恶化了。秀珠在家人朋友们的陪伴下出院回家，却发现社区里挂起布条，贴起海报，要秀珠与郑东夫妇搬出社区。里长太太甚至找上门来表达邻居们的意见，被珍珍跟秀珠轰了出去。然而，珍珍因为担心孩子被感染，不让秀珠跟郑东碰孩子，让秀珠非常伤心。于是秀珠偷偷抱着孩子躲到了翠华家。君君告诉郑东，民间团体提出的后天免疫缺乏症候群防治条例修正案，立法院已经排入议程，只要修正案3读通过，秀珠就可以免于被缔结出境的命运。但是此时，郑东已经收到秀珠的缔结出境公文，所以修正案很可能来不及帮助秀珠。按照原来的法律，秀珠必须先回越南，然后他们再举证秀珠是在台湾境内受到感染，才能申请让秀珠回台湾。但是从来没有人申请成功过。而秀珠如果中断治疗，回到没有健保的越南，结局就是等死。于是郑东决定先找到秀珠，把孩子送回家，然后带着秀珠一起逃亡，希望他们可以撑到修正案3读通过。在逃亡的日子里，秀珠打零工赚钱，供2人住旅馆，跟黑市买药来维持郑东的病不恶化。但是他们逐渐坐吃山空，还要随时躲警察，最后他们连旅馆也住不起了。2个人住在庙里，吃庙里的布施，2个人都营养不良。又因为秀珠常常没钱买药，所以郑东的病情更严重了。君君透过小海打听药商黑市的消息，顺藤摸瓜地找到了秀珠，却被秀珠误认为君君带警察来抓他，赶紧带郑东逃走。但郑东身体撑不住而昏倒了，秀珠赶紧将郑东送到了医院。正当众人在加护病房外焦急等待时，君君接到了一通电话，秀珠的生父案通过了，所以秀珠可以留在台湾了。小海把郑东从鬼门关救了回来，但大家也都知道郑东的日子不多了。郑东在病重之际撮合珍珍与耀华结婚，并在珍珍的婚礼上含笑而逝。珍珍刚刚得知郑东罹患艾滋时，她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打了秀珠一巴掌，一口咬定是秀珠害了郑东。直到郑东对珍珍坦诚是他把病传染给秀珠后，珍珍仍然不能接受，认为一定是秀珠带来了霉运。珍珍的反应或许就反映了当时台湾的政策制定逻辑吧。在2002年台湾疾病管制局发布的新闻稿中，
特意公布台湾4186位艾滋病患者中，有352例外籍人士，其中64例与国人结婚，19例夫妻均感染。所以当时疾管局善意提醒国人赴东南亚娶妻时，要防范艾滋上升，却没有进一步分析这64例外籍配偶是在母国感染，还是在台湾被感染。而外籍配偶嫁来台湾，多半要做3到4次的身体检查，甚至有时可能中间只间隔了几个月。这么密集的健检，目的不是为了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而是为了确定这些外籍配偶能不能继续留在台湾。新住民如果要继续留在台湾，身体必须洁净，不能有疾病产生，因为台湾政府总是预设东南亚国家的移民会带来疾病。除了来自东南亚的新住民以外，即使是引进东南亚移工，也是要一遍又一遍的做身体检查。在这么多次的健康检查下，他们大概都已经是全台湾最干净的人了。不过，珍珍最后送给秀珠他们姐弟俩的母亲留下的项链，也象征她终于接纳秀珠作为台湾媳妇了。这部影集的年代或许稍微久远了一点，所以影集中反映的还是当时台湾外籍配偶的状况。值得一提的是，剧中内容触及敏感的艾滋病议题。拍摄当时正值立法院后天免疫缺乏症候群防治条例修正草案一读通过。当影集甫杀青之际，立法院于2007年6月15日凌晨3读通过该修正案，并更名为《人类免疫缺乏病毒传染防治及感染者权益保障条例》。从此，感染艾滋的外籍配偶，只要能举证他们是在境内受到感染，就可以留在台湾，不用面临被直接递解出境的命运。这里要再补充说明的是，2015年这条规定已经完全废除，目前外籍人士的入出境及居留权益已经不再因为他是否感染艾滋而受到政府的差别待遇。其实，新住民在台湾的地位，正反映了台湾如何面对国际情势。当过去台湾在国际产业链的分工体系中，从代工地位逐渐成长为开发中国家，并开始将资本向东南亚国家输出，大量使用东南亚廉价劳动力时，来自东南亚国家的外籍配偶在台湾就饱受歧视。但是当台湾近年来开始实行新南向政策时，外籍配偶们又成了新南向种子。如今，外籍新娘已经更名为外籍配偶，甚至新住民。但是新住民所处的社会环境有更友善了吗？或是还有什么进步空间呢？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请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也欢迎在下方留言，一起加入讨论哦。